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上周三、周四周五连续3天在高位震荡，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处在一个8界阳线的势力范围。前面行情当中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美股站上了34000点的144均线和169均线，然后行情开始发动，从这个反弹变为反转。反转过程当中走了新的一轮悟空阳线和当前行情当中处在的8界阳线的位置。那么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但是呢，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呢，代表了我们人生的沙僧阳线有可能处在8界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当前位置对于道指来说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势力范围。那么合并 K 线通过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啊，本轮行情非常有机会发动周线级别的反弹西游。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一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运发出的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和8界阳线，意味着上方还有空间走出一轮与之对称的与下跌行情对称的反转行情。那么目前为止，比特币同步了美股的趋势，在高位形成了连续多日的震荡。我们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啊，本轮震荡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痛点是在380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连续2次出现高点连续2次出现高点之后迟迟难以突破。我一直给出的一个看法就是本轮行情它要在38000美金到下方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这个位置，也就是说34500点附近38000到34500点附近做一个横盘震荡。目前呢，这个结构非常稳定。首先我们看到形成第一个焦点之后，我认为它的结构最终会偏向后向后移，焦点向后移之后形成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收敛三角形，然后在接近焦点的区域，这个记住这个区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在接近焦点的区域上重新发动上攻动作。为什么说上攻动作呢？原因是在6月份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后面的 K 线呢，它是一组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一直以来对多头的判断。但是悟空阳线走完之后，走这个妖怪 K 线组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悟空阳线得以存活，然后走8界阳线和当前位置的一个周线级别沙僧阳线组。那上周就提了一点，就是沙僧阳线，特别是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38000美金这个压力位迟迟不得以突破。那么耐心等待消息面或者形成横盘整理足够长时间之后，38000美金必然会最终突破。那突破之后呢，我们将会看到周线级别的对于比特币来说的唐僧阳线。如果出现唐僧阳线，我们会看到接近4万美金的比特币。同时呢，4万美金是前面行情当中22年2月份这轮行情出现的一个压力位置，只有通过并且站稳压力位之后，才能够继续上行。本轮行情目前处在11月20号，是本年度的第2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大的级别。我们可以看到年初1月份就开始了上涨行情，但是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它走到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用时4个月。那么从6月份开始到11月份目前已经走了7个月，刚刚走到沙僧阳线。注意看这里是周线级别沙僧阳线的一个区域上，因此呢，到年底之前走完唐僧阳线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呢，要非常注意的是，目前是处在38000美金附近的周线级别沙僧阳线的收盘价的压力位附近，这个位置非常多干扰性 K 线，非常多的震荡容易在这里发生。特别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在日线级别上，11月16日这一天有一根阴线，这根阴线呢，其实也是可以代表了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阴线。但是目前周线级别是上涨趋势，因此呢，对于日线级别甚至是4小时级别，我们都有一个比较多头的一个预期。那么行情当中，今天看到很多奇怪的币种，比如说YFI在昨天到今天的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当中，我们看到它最大的回调幅度达到惊人的48%如此大幅度的调整。我们看到是因为它上涨速度过快，连续阳线之后，筹码空缺区没有得到有效回补造成的。那么它的调整时间级别还不构成4小时级别。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有悟空阴线和8界阴线，那么最大调整位置我们认为是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大概是在8000美金附近才有可能做完它的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可以观察到它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目前第2轮日线级别上
涨西游没有做完成动作，就基本上到达了16000美金附近，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它在周线级别事实上是发动了2个阳线，当然了，第2个阳线没有发动成功，成为了一个十字星啊上攻的上影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在周线级别对于大姨夫来说，事实上是有悟空阳线的，因此它的多头是可以进行一定参与的。那么行情我们看到下方是有出现爆量的多空较量形成了一个突然性的爆量，但是呢，它在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形成之后，上方是有空间和动能的。同时呢，今天非常热点的币种 SKL 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这个币呢，一直是我收藏夹里面的一个币种，但是呢，它由于长期下跌处在一个超级被低估的实力范围。我们看到它最大跌幅是接近99%最大跌幅是98.46%，非常接近99%那几乎是100倍的跌幅之后，底部呢是缓慢成交量放大，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这轮上涨动作，我们看到它从低点到高点是1.5倍。那么就一轮行情来说，山寨币1.5倍并不多，因此呢，它是有一定的上涨趋势和上涨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对于它做了一个调研，它的总量是70亿。那70亿的总量呢，大部分都是在超级主力，都是在庄家手里，因此呢，我们才能看到它在 Binance 上线之后出现了一个高点1.244。那这个位置是给你看的，它一路出货之后盘整至今。那么当前行情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年初的时候做了一个吸收筹码的动作，吸收筹码锁定筹码，因此呢打出了一个低的价格。那么根据股市的盘整原理呢，我们认为一轮行情它有吸锁、拉洗、抬阳、套杀几个步骤，因此呢，在当前行情当中做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如果能够出现回踩的话，那更多的是能给我们带来机会。那行情目前对于 SKL 来说处在前高附近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的是风险。由我们量化产品年化达到了240%到300%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把资金放到了我们的量化上来跑。但是注意的是我们的量化是在你自己的 OKEX 账户上，通过 API 这个 API 有读取、交易、提现提币，但是我们不开通这个提币功能，所以呢，完全是资金在自己账户通过 API 去操作去交易、去低买高卖，然后做马丁、做网格，然后做这个 AI 智能交易之后才能获取的利润。那么目前我们开发的出来的品种有 AI 1号机器人、阿尔法对冲机器人和目前刚刚有在测试的复合型机器人。那复合型机器人呢，主要是对 AI 1号机器人和多空量化的阿尔法机器人一个结合。那么从最近几个交易日从11月15日开始跑的这个复合机器人注意看到这里来看，那么目前它的一个年化水平已经是4.5倍456%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据。但是呢，复合型机器人刚刚开发出来实盘跑的还比较少，因此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那么目前非常稳定的是 AI 1号机器人和阿尔法对冲型号的机器人，其中 AI 1号机器人特别适合于上涨行情、震荡行情，还有就是下跌反弹的行情在这3种行情当中会获利。那么阿尔法机器人呢，阿尔法对冲机器人呢是大幅波动，多空2个方向有较大波动过程当中，它会开同板块的一个币种的多头和同板块的一个币种的空头，形成一个对冲效应，它比较适合大的波动行情。但是在震荡行情当中，我们更推荐 AI 1号机器人。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上周是有一段行情以太坊和瑞波都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下跌，但是这轮下跌呢，恰恰给我们 AI 1号机器人和对冲阿尔法机器人带来了非常丰厚的利润我们看当天几乎都会有在账户上有3%以上的利润这对于量化产品来说是一个快速获利的机会有波动机器人它才会获利，但是对于散户来说，往往会走这个追涨杀跌账户损失币或者损失钱多空被绞杀。所以呢多多关注我们刚刚上线3个月的量化机器人这个现在跑的还是数据，我们的 KPI 非常稳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